问一下。对，目标在2单元2楼，这边。站住！放住！收电台，听到收电台了。 我靠，这帮贩毒的都这么不要命吗？兄弟。 是不是抓错人了？你，哈喽，你他妈骂脏话，没礼貌。 三马虎狗胆包天，绝对是有备而来。拿瞎眼李贵儿，只是个开头。一个被打跑又回来的贼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是谁给他的勇气敢这么挑衅？图财不害命，否则就是匪。敢拿这个玩命。 图的东西可不小，谁给他的勇气我不知道，他身边那个小白脸和骚娘们一定给他壮胆了。你当年把他腿打折了，又把他赶出下同，我怎么觉得这个事儿是冲着你来的呢？所以啊，三马虎这个活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。哎。 你要是敢拆台子，我就直接撂蹶子。我知道你为难，专案组现在缺人手，抓三马虎就是我们一大队最重要的事。展鹏要是不服。 让他找我来聊。老秃，流汗可以，流血这种事儿，绝不能再有了。我想跟你谈谈。瓶子为什么不扔？我得给自己留个保险。
你要什么？我放在彭源家的东西你已经拿走了吧？那东西卖的钱我要一半，还有我要出去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无罪释放是不可能的，我顶多帮你争取一下，少判个几年。宋律师，你那么大本事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你笑什么呢？我问你话呢。王大志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你信不信？我把他供出去。好啊。他叫什么？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吗？承认盗窃那种级别的文物，你一辈子别想出去。宋白云，你阴我！我阴你干嘛呀？我为什么要阴你啊？凡事都是要讲究证据的。就算你现在把警察叫进来告发我宋白云，他们在我身上什么也查不出来。我还能告你一个诬陷罪，直接把你丢下不管。什么意思啊你？啊？我什么意思啊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还是那句话，我呢，争取一下，帮你少判个几年，免得给你老娘松手。冯杰啊，你在03年的时候全款购买了一辆车，当时这辆车价值是3万，你从哪儿来的钱啊？我存的。你存的。99年的时候，你的银行账户几乎没有存款，而且你每年收入都固定的，你从哪儿存的钱？我接了一个烧活，就赚了一笔。当时是谁找的你？接什么活？都10几年了，早忘了。停一下。忘了。公安调查了银行流水和车房购买记录，只有这个冯杰买车的钱来路不明，非常可疑。而且远浩在冯杰家卧室的床下面发现了另外一只瓶子。行啊，你们2位这回又给技术处理功了，辛苦啊！应该的，继续。这个是在你家发现的，上面全部都是你的指纹。这2只瓶子是不是都是你烧的？我们现在怀疑你有诈骗行为，而且涉嫌的金额巨大。我没有。制假、贩假还不是诈骗？警察同志，我真没有。那这个瓶子是怎么回事？说话！当年有个人拿着这个方瓶照片找到我，说是让我定制这个方瓶，要求能够以假乱真。但是我不知道他拿这个瓶子去诈骗。10几年前，这么一件工艺品也就值个几百块钱吧，他出3万，你都不怀疑？这个瓶子确实难烧，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成功的易摇，出了这么2件。找你的人知道有2件一模一样的吗？我舍不得砸，我就留下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藏在床下面。这期间，我拿出来几次给别人看过，但是没有人愿意出高价。
早知道我当初就应该砸了他。当时谁联系的你？联系方式还有吗？我没有他联系方式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他真名是什么。那他长什么样？他每次来都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。他没留真名，那你平时是怎么称呼他的？他让我叫他穆先生。公安根据冯杰的描述，给穆先生做了一个画像，郑总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这个不是博物馆监控录像拍到的人吗？公安高度怀疑，这个穆先生很可能就是和王大治联手实施盗窃的人，所以图队又提审了王大治。王大治承认了自己认识穆先生，但是呢没见过，也不知道这个穆先生长什么样，所以没有什么有效信息。没事儿，只要有证据，就算是零口供，这案子也能推下去。我们会继续查。现在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在于揪出这个穆先生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公安已经拿到了冯杰的通讯设备。小陆、晴晴，你们查一下看看有什么可疑信息。好，还有杨波，图队怀疑这个冯杰可能还有没交代的，你研究一下他的笔录，给他做个策划。好啊，大家就赶紧抓紧忙活起来吧。行吧，散会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这冯杰不是已经承认2个瓶子他做的了吗？你为什么还在看光谱检测呀？反复研究已经有的证据，才能让证据链更加落地。哎，那个瓶子你怎么找到的呀？有山梦的，好好说话。查指纹嘛。但是每个人在自己生活环境里都会留下大量的指纹啊。这指纹的分布也能说明这个人的生活轨迹，但是找到这个瓶子啊，真的是意外惊喜。等于说瞎蒙现在也是一种技术。不是，这就说明我运气好，人品好。辛苦大家了啊！大周末的还得加班。公安呢，又询问了冯杰，冯杰终于在穆先生这个事儿上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。严重花粉过敏。怎么样？有什么看法？根据冯杰的交代，他说穆先生有严重的花粉过敏症状，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点。很难，花粉过敏属于速发性过敏反应，有长期发作的可能，也有临时发作的可能。远浩说的也没错，但是关于穆先生的信息点，我们确实太少，所以一个点都不能放过。冯杰也交代说，他只记得这个穆先生开一辆黑色丰田车，至于型号、车牌没有印象。公安去车管所调取了信息，03年我市黑色丰田车保有量是3120吨，这是一个庞大的检查量，而且我们还不能排除他这个车是租的或者是借的，我们呢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。小陆啊，你也想一想，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能稍微查得快一点。现在仅有身高数据和花粉过敏2条信息，辅助性的参数还是太少了。要想继续查下去，可能还是很困难。我们想办法。行，抓紧时间弄起来，好吧？散会。好，老周，有没有我能负责？等等吧，找着穆先生再说，好吧？啊。你们这边怎么样了呀？兰姐，你来的正好，赶紧帮帮我们。兔队说了，他可以帮我们调取医疗记录，但我看过了，现在的数据还是太庞大了。要想再缩小点范围啊，我唯一能想到的方法就是关联性推理法。咱们开始吧。来，芊芊，打开建模。哦。我们现在假设这个人就是穆先生，已知信息：身高1.77米到1.79米之间，他有一辆黑色丰田车，当时的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，体型中等。根据监控视频来看，这个穆先生应该是短发，
短发。倩倩，根据当时驾驶证上的照片进行检索。521条。还有这个穆先生对古董非常了解，他要么就从事相关的行业，要么就是有相关的学术背景。文化背景。当时这个穆先生是开车去找的冯杰，那如果车是他的，他经济条件一定不差，而且他也没想伪装自己，要不然也不会开车去。怎么那么像一个人呀？像谁啊？不可能。没什么，我能想到差不多这些了。你已经帮我们大忙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。倩倩，整理一下，发给图队。好的。别焦虑啊，焦虑没有用。我没有焦虑啊，挺好的。那就好。爸，秦叔叔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也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人。爸，你说秦叔叔真的会害你吗？我都不敢想。身高1.77米到1.79米之间，体型中等。他要么就从事相关的行业，要么就是有相关的学术背景。兰兰，叔叔知道，你这么多年还在查你爸那个案子。这个人呀，要择善固执，不能因为那些不确定的事影响自己的生活。你生活还得继续吧。你说要你爸活着，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他不担心吗？秦叔，我一直觉得我爸的死跟这个案子有关。我相信我只要找到幕后的人，把这个案子破了，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。你呀，这个固执劲儿跟你爸一样。你姑姑很担心你，让我给你捎话，去他那儿吧。啊，我走了。秦叔，其实我都知道，但是这个案子好不容易有点眉目了，我真的不想放弃。我知道，有需要我的就叫我一声。知道了，谢谢秦叔。回去吧，回去工作吧。怎么停电了呀？刚刚跳闸了，没发给和尚。你在房间里搞什么发明呢？超负荷？我没有，我那屋暖气不好使，我开了会儿空调，可能是线路老化了吧。这样，你跟你姑啊说一下，那暖气片该换了，这线路也得换一下。这个你先拿着，总是跳闸也不行。走了。等一下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如果你信任的人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怎么办呀？很简单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别人拼命想藏起来的东西，你非要去发现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所以对于结果要认。可这是我的工作，不是我非要发现，是我没有选择。对，也要认。因为你的职业
就是你的选择。你知道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？就是太容易感情用事，不冷静也不客观。你知道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？没感情。本来是想跟你唠会儿嗑的，整的还教育人物。啊？不行就是不行，这是违规。屠队人家已经按照小路给的方向去筛查了，我们只能等人屠队的消息，知道吗？我不是怕冯杰记错了吗？不能让屠队他们白忙活吗？林兰，案件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查，没有结果也是结果，不会白忙。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请你记住，工作就是工作，着急容易犯错误，知道吗？来，老周，哎，来。啊，没事，怎么了？啊，我刚才查人体过敏的资料，发现这个冯杰的口供有点问题，但我不太确定，我想跟您商量商量。嗯，行，我会把你这个想法跟屠队说一下的，啊。好。行了，如你愿了，屠队让你们协助调查去。好嘞。这样，李少，是你要的照片，谢谢。李队，冯杰当时在口供中承认过，说穆先生当时去过他烧窑的小作坊，也来过这里。对，穆先生和冯杰一直都是在土窑接触，只有曲贤那天来过这儿。哦，对，我还需要03年时候冯杰作坊的照片，这里边没有啊。我们找过，确实没有。有问题找政府啊。大家注意了，谁家存着2003年老冯家土窑的照片，麻烦送一趟村委会。麻烦送趟村委会啊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，谢谢。协助你们公安同志破案，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。合影也行啊，只要背景是老冯家土窑就行啊，你们都抓来起啊！我急着用啊。没事。还不下班啊？怎么可能？我不等到结果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在看什么呢？来，你看看。你看出问题来了吗？我已经放弃思考，你能不能直接说？家里种了花，土窑附近也种了花。冯杰交代过，说穆先生去过土窑几次，但是没有出现过敏的反应。你的意思是，冯杰说谎，或者说，穆先生说谎。
公安已经连夜调查了符合条件的丰田车主的病历，既符合时间节点，又去看过眼科的人，总共只有13个人。名单中有几个人目前已经不在韩江市了。秦修文，涂队跟我说过，秦修文专家跟你父亲是旧交，这次也请他帮着鉴定了。不过这次他确实符合我们的筛查标准，而且03年他得过一次胃囊炎。我觉着还是要把秦修文调查清楚，是吧？监控中的嫌疑人特征清晰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视频来分析一下血型特征？10多年了，这鞋不好找。那行走动力定型和步伐特征分析呢？这事儿啊，你得找小陆。现在做不了，没有对比样本啊。明白。爸爸，我现在就想吃了。哦，如果这事儿真的跟秦叔叔有关，哎，兰兰站起来了，站起来，来，哎，你把那个帽子给他弄正了啊！小勇，你往里。爸，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门没关。如果你想问我的意见啊，那就是面对你内心的怀疑，然后上报。我怀疑什么呀？你跟秦修文认识这么多年，你怀疑什么？你自己应该知道啊。你知道秦叔叔跟我爸什么关系吗？如果你不怀疑秦修文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第一个去查他，然后排除他的嫌疑，对吗？我是不想让秦叔叔心里不舒服。你是不是看出来那个背影就是秦修文的？我就不该来问你。目前没有办法比对嫌疑人的特征，因为缺少样本。如果你不怀疑秦修文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第一个去查他，然后排除他的嫌疑。秦叔，哟，大早你怎么来了？又抽烟。就一口，就一口。我今天去早餐店看这油条现炸的，特新鲜，像你好这口，马上给你买过来了。正好，我还没吃早饭呢。那你赶紧吃吧。好。哎呀，你这单身男人碗都不洗啊！昨天小树洞有事儿，
嗯，好吃吧？好吃。最近找男朋友没有啊？你找宝贝儿了吗？谢小三。哎，不对呀、这大早上找我来哄我开心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？瞧你这说的，我要没什么事儿就不能来找你了呀。但今天确实有件小事儿。我还不知道你。我过兰兰的事儿，就是叔叔的事儿。秦叔啊，说吧。你这儿之前不是有很多古董书吗？我最近在查那个国宝案，我想找一些资料书看一下。就这点小事儿啊？你亲自跑一趟，你着急吗？着急。行，上来给你拿去。好，给你拿去啊。你看这够不够？够了。还有这个，拿去买点像样衣服啊！捯饬捯饬，赶紧把自己嫁了。我不要，等我嫁出去再说吧。嫁出去还有呢，我这没儿没女的，钱不都是你的呀？赶紧嫁！秦叔叔，那我先走了啊。你慢点开摩托。好嘞。1.75米，这什么呀？秦叔叔的身高。哪儿来的？我今儿早拍的。哎，你看啊，这秦叔叔身高1.75米，监控视频里面的人身高是1.77米到1.79米。叶兰，你私自去找秦修文，这是属于违规调查呀。哦，但纪律就是纪律。我要找到确实的证据。那你把视频交给老钟，算是咱俩一块儿去的。不需要了，秦叔叔跟这个案子没关系。哎，老钟，是我。我们一起发现了一个新的证据。对，但是需要声像实验室的配合检验。好，谢谢老钟。哎，大拿来了，刚才老钟给我打电话了，你们要处理什么？不是我们，是他。来，这有视频，帮我弄一下。谢谢。
哦，对，停一下，这个位置帮我放大，做图片清晰处理。没问题，1分钟。好，好了，就是他。我用一下啊。啊。还有其他的吗？谢谢，没有了。这上点年纪吃点保健品没什么问题吧？你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，你就别跟着我了，行吗？哎，你们俩可真够可以的，吵架都吵到别人这儿来了。江年，这个带排查人员的就医记录你是不是都有啊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，这秦秀文近几年有没有去骨科就诊的记录？稍等啊。秦秀文，哎，还真有啊。秦秀文有很严重的骨质疏松，大夫给他开了很多药。有这个症状的人，到了一定年纪，身高会变矮。也就是说，你刚刚测算秦秀文的身高不是她14年前实际的身高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打扰一下，有人跟我解释一下吗？你们俩说的有一个字儿我都听不懂。我会查清楚的。喂，我上次跟你说那个事儿什么时候能出货？等我有时间我再联系你啊。您看看，跟你要的东西一不一样？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钱数对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走了。